在未来的战场上，一件武器的速度可能决定了它有没有机会被看到。过去从雷达响起到按下拦截按钮，你可能还有5分钟时间，可现在呢，你最多只剩下不到50秒。高超音速武器这个看似来自科幻小说的词汇，正在重塑战争的规则。它以每小时上万公里的速度掠过天空，快到让防御系统还没反应，它已经到达。更恐怖的是，它不仅快，还能拐弯，你看不到它，猜不出，也拦不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种5倍音速的杀器到底是什么？它究竟有多强？为何全球都在抢着研发？又是谁率先把它变成了决定战争节奏的终极利器？这里是 High Weapon， 我是 Jason。今天我们就一口气讲透高超音速打击系统的真相。所谓高超音速武器，指的是飞行速度超过马赫5，也就是音速的5倍以上，相当于每小时6115公里。这比5.56毫米子弹的飞行速度还要快上2倍。可怕的地方不仅是快，而是它在这种极限速度下还能持续飞行，灵活变轨，精准导航。它不仅仅是一枚飞得快的导弹，而是一整套高端技术的融合体。目前主流高超音速武器大致可以分为2类。第一类滑翔飞行器 HGV， 它们由火箭或助推器发射，先飞到大气层边缘，然后脱离推进段，靠初始动能进行无动力滑翔。它们不会飞得特别高，也不走传统弹道导弹那种固定抛物线，而是能在飞行中机动转向，甚至之字形躲避雷达，让防空系统彻底失效。第二类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HCM， 这类导弹使用超燃冲压发动机，在高空中以超高速推进，它们一边吸气一边燃烧推进，仿佛贴着大气层上沿滑行的火焰巨鸟。飞行速度通常在马赫5以上，部分型号甚至突破马赫8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很多弹道导弹在载入大气层的时候也能达到高超音速，但它们轨迹固定，早早被雷达锁定，不具备滑翔体的最大优势——不可预测机动性。在这里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，很多人以为马赫5是个固定速度，其实不然，马赫数是相对于当地音速的倍数。为什么说是当地音速？音速在地面大约是每小时1225公里，但在高空中，由于空气稀薄，温度更低，音速会降到每小时1000公里以下。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同样是马赫5，高空中其实飞得更快，能量更大。这也是高超音速滑翔体的可怕之处，它能在大气层边缘高速滑翔，飞得远，飞得高，飞得不可预测。你以为它只是快，错了，它其实是速度加隐身加机动性3重叠加的战争利器。那么你觉得如果拦不住，下一步是不是只能靠先发制人？高超音速武器最致命的能力就是让你来不及反应。传统导弹从发射到命中，敌方还有几分钟缓冲，而面对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HGV， 这个时间被压缩到几十秒甚至更短。而它最让人头疼的不只是速度，而是轨迹，根本猜不到。HGV 飞行器可以在大气层边缘做非弹道机动变轨，不仅上下调高度，还能左右摇摆，像打水漂一样之字形规避雷达视角，甚至干扰敌方的拦截算法。你预测它飞哪儿，它早就不在那儿了；你刚刚锁定，它瞬间飘走了。我们以俄罗斯的先锋为例，它是一种典型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HGV， 据称速度高达马赫20到27，能在大气层边缘做高速滑翔突防。这种速度意味着什么？就像你拿着一辆 F1 赛车去追一发子弹，不是你技术不好，而是你们压根儿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。更狠的是，美国的安鹰系统 LRHW 飞行机制则是助推滑翔模式，进入滑翔阶段前攀升到200多公里高空，然后以近20马赫的速度斜插大气层，最后以动能撞击终结目标，并非传统的爆炸，全靠速度。这个概念被戏称为现实版上帝之杖。总结一下，高超音速武器有多强？它是一种打破传统时间逻辑的杀器，在你意识到危险之前，它已经完成了打击；在你发出指令前，它已经改写了战局。你认为在这场看不见、追不上、打不掉的速度游戏中，谁才是真正的赢家？是先锋、暗鹰，还是另一个你没听过的型号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判断。这场以速度为核心的军备竞赛，已经成为了未来战争的关键角逐。谁能率先掌握高超音速武器，就等于掌握了制空权之后的制时权，也就是战场上抢占先机的时间优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
这么恐怖的武器，到底是谁造出来的？谁在这场竞赛中真正领先一步？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高超音速竞赛玩家。我们先来看看美国。其实，美国对高超音速武器的研究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。比如著名的 X-43A 航天飞机试验机，曾创下突破马赫9的惊人速度记录，那速度简直让人怀疑它是不是直接跑出了地球大气层。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过去20年里一直在推动黑鸟计划、IRO 空射快速响应武器和海军高超音速武器浩克等项目。这些项目不仅是追求超高速度，更注重飞行器的推动能力和精准打击。毕竟飞得快没用，能转弯才是真功夫。你可能不知道，美国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高超音速试飞，比如 X-15实验机，曾经创造了马赫6.7的飞行速度，这速度已经是子弹的5倍多了。想象一下，想让一个飞得这么快的飞行器在空中转弯，简直是难上加难。现在，美国还在加码发展超高音速巡航导弹 HCM， 目标速度是马赫5以上，计划在2029年前后进入备战阶段。比如 HACM 和 Halo。HACM 是一种空射高超音速攻击巡航导弹，由战斗机如 F-15EX 或未来的 B-21等飞机搭载发射，由美国空军、雷神公司和诺斯罗普·格鲁曼联合开发，强调速度与空射快速打击。Halo 也属于空中平台发射，是 HACM 后续或平行研发项目，计划由 B-52或 B-21等远程轰炸机搭载，强调中远程突防、空中发射、高机动性打击能力。两者全程由超燃冲压发动机推进，在稀薄大气中边吸气边燃烧，贴着大气层上沿滑行，像是一只火焰巨鸟用火在飞。这种 HCM 导弹不仅快，还能持续机动，它的目标不是1-2个基地，而是整个防空网络的反应时间，拦截几乎不可能。以目前最先进的反导系统来看，比如萨德、宙斯盾的 SM-3，最大速度大约只有马赫5到8，面对马赫20的滑翔体，你的拦截弹还没起飞，对方已经到了你的头顶。这场比赛不是防得住防不住的问题，而是你根本还没上场，比赛已经结束了。为了防御这些高速杀器，美国还在建设天基红外跟踪系统 SBORS 和超高音速与弹道导弹空间追踪系统 SBTSS， 希望实现对高超音速武器的全天候全轨迹监控。再来看俄罗斯之前提到过的先锋和匕首系列，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成熟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。2020年，先锋正式进入战略服役，号称可以携带核弹头，以高达马赫20的极限速度直击敌方目标。简单来说，它飞得快到难以想象，机动灵活到防御系统根本摸不着头脑。而匕首则主要用于战术层面，是一种空射高超音速滑翔弹头，它由米格31K 高速机携带，在高空发射后滑翔飞行。这样的发射方式极大提升了发射平台的机动性和灵活性，也让敌人防御更加棘手。俄罗斯的这2个项目可以说是目前高超音速武器技术的代表，真真正正的把速度和机动结合了起来。除了美俄、印度、法国、日本等国也在紧锣密鼓地研发自己的高超音速武器，日本则与美国合作研发超音速滑翔弹头，力图在亚太保持技术领先，守住自己的速度高地。这场全球军备竞赛已经不是简单的谁有多少战机、多少坦克了，而是谁能跑得更快、飞得更灵活、打得更精准。高超音速武器正在成为新一代战争的王牌。你觉得未来谁能率先实现全面迎战？是美国的高科技，还是俄罗斯的实战应用，还是崛起中的亚洲力量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。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问题的本质：高超音速武器到底是怎么飞的？你看，一枚高超音速导弹并不是一出场就能开着飞的，它的飞行过程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。简单来说，这种武器的飞行可以分为2大类：助推滑翔型和吸气推进型。先说助推滑翔型，比如大家熟知的先锋、前卫这一类，它的原理很像打水漂。第一阶段靠火箭把它推进地轨道的边缘，通常在大气层边缘上方几十公里处。第二阶段，它从高空俯冲而下，靠自身的气动外形和惯性进行一次高速滑翔式突防，就像在大气层里用极高的速度画出一道弧线，在雷达眼皮底下做蛇形漂移。这种滑翔不是简单下坠，而是带有机动动作的，轨迹是活的，而不像是弹道导弹那样一条线飞到头。而第二种就更硬核了，吸气式高超音速巡航导弹，使用的是一种特别的发动机——超燃冲压发动机。这个发动机有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特性，静止时它根本不能工作，必须先用助推火箭把它加速到至少马赫5以上，
也就是每小时6000公里起步，超燃冲压发动机才会被点燃。一旦飞得够快，空气流速足以在发动机内部直接压缩点燃燃料，于是就进入持续燃烧状态，像一只吞风吐火的怪兽在稀薄高空持续巡航。这种速度听上去酷毙了，对吧？但问题也随之而来。高超音速飞行不只是快那么简单，当滑翔体以马赫10、马赫20的速度在高空中穿行时，迎面的空气就会被猛烈压缩，瞬间升温，形成一层炙热的火焰外壳，将飞行器整个包裹起来。此时它的表面温度可能飙升至2000摄氏度以上，已经接近航天器重返大气层时的极限温度。这种温度足以烧穿普通金属，甚至让飞控和通讯系统瞬间失效。在很多实验中，一些高超音速飞行器的模型甚至在风洞中坚持不过几秒，直接被烧融了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高超音速项目死在了气动加热和材料耐热上。而为了扛住这场火海，科学家们只能用航天级陶瓷，比如锆硼化物、碳化硅复合材料。这些材料极其昂贵，难加工，但却成为耐高温的太空外壳。可以说，它飞行的每一秒都是在与高温对抗，在物理极限边缘穿行。然后就是导航控制问题。当高超音速飞行器飞得足够快，比如马赫5以上，它在空气中形成的压缩波会把周围的分子直接电离，产生一层包裹全机的等离子体云。这层等离子壳套听起来很炫酷，但实际上是一种麻烦。它会屏蔽绝大多数的电磁波信号，包括雷达、GPS、遥控指令，通通进不来，出不去。换句话说，飞得太快，自己都看不见、听不到了。说个有意思的，但也让指挥官头疼的事儿。因为高超音速导弹飞行的时间极短，从发射到命中可能就几十秒，甚至几秒。这意味着打击方根本来不及确认目标有没有被击中，导弹就已经炸完了。而且在整个飞行过程中，由于等离子体屏蔽的存在，导弹很难与外界实时通信，也几乎无法中途修正航向，只能靠预先设定好的程序，像个闭着眼的盲人，一步步完成突防、制导和打击任务。所以作战指挥官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：导弹飞出去了，具体成没成，我也不知道。这时候你靠什么？答案是靠事先设定的惯性导航系统、图像匹配算法以及非常复杂的等离子穿透通讯技术。整个过程堪称一场高科技堆料竞赛，科技树一个都不能缺。再往深一点说，还有气动外形的极限挑战，你得稳、得快，还得隐身。飞行器的形状不能有凸起，进气道得刚刚好，控制面得承受住巨大热流冲击。一旦设计不到位，就可能产生不稳定气流。你原本是想飞向敌方基地的，结果直接变成了空中自焚秀。总结一下，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不只是快，而是又快又稳，还得精准，还不能烧掉自己，还得能导航，还得不被发现。从助推阶段、巡航过程到末段突防，每一步都是科技与极限物理的博弈。所以说，能让它飞起来的不只是火箭，也不只是燃料，而是一整个国家级的工业体系、材料科学、气动设计、热力工程和导航算法的总和。这就是高超音速武器背后的真正门槛。那么，高超音速武器到底该怎么用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，它是不是下一代的核导弹？速度那么快，是不是能直接取代洲际导弹了？其实这是一种误解。高超音速武器并不是用来做核打击的主力，恰恰相反，它的真正价值更多在于战术斩首，也就是在战争刚开始的几分钟内，用极快的速度精准摧毁敌方的指挥系统、雷达站、通讯枢纽，甚至是高层的掩体。换句话说，高超音速武器更像是一把第一刀刺向敌人的中枢神经。这种战术在打击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时尤其有用。举个例子，如果对方部署了层层防空系统，你用传统巡航导弹过去，可能还没飞到目标就被拦截了。而高超音速导弹呢，它飞得太快，飞行轨迹又不可预测，等雷达捕捉到，拦截系统还都没来得及转身，导弹已经扎进来了。一旦敌人的防空网、通信中心、战略预警雷达被摧毁，后续的空军、海军、地面部队才有可能安全推进。这就是高超音速武器的角色，不是把战争打完，而是替你把门踹开。当然，它也不是万能的。高超音速导弹不太适合用于持续火力压制，原因很简单，它贵、产量少，而且打得快、看得慢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高超音速武器多用于决策突袭，而不是持续压制。有军方专家给它下过一个定义：高超音速武器是一种战略战术交界线的工具。它既不像传统导弹那样慢慢铺火力线，也不像核武器那样具备大规模摧毁力，而是精准、快速、难以防御的首波打击利器。最理想的使用场景就是
敌方指挥官还没来得及发出第一道命令，他的通讯网、指挥所、预警雷达就已经灰飞烟灭，战斗在反应之前就已经结束。这才是高超音速武器的真正战术角色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拦截高超音速武器呢？想象一下，一枚飞行速度超快、线路刁钻古怪的高超音速导弹正朝你飞来，它动作灵活，变化莫测，根本不像传统导弹那样走直线，而是一路蛇形闪避，甩开你的防御网。那你要怎么拦它？这正是现代防空和反导系统的噩梦。先说第一点，发现它太难了。传统弹道导弹像抛物线一样飞，飞到高空就能被地面雷达抓个正着，给你几十分钟预警时间，至少还能有条不紊的布防。但高超音速武器不一样，它用助推、滑翔或高速攀升后贴地突防的战术，飞行路径不走寻常路，出其不意。更恐怖的是，这玩意儿飞得极快，打击时间只有几分钟，战区内的甚至可能不到1分钟。换句话说，你还没看清它从哪儿来，它已经飞到你家窗户边了。第二点，想拦也拦不住。拦截是什么？简单说就是用一颗子弹去撞击另一颗子弹，听上去已经很难了吧？那面对高超音速导弹，你拦的子弹不光跑得快，还经常变轨，原本预测好的线路全废了。就像拳击手挥拳时，对方突然一个闪避，你的拳头只能打在空气里。现在的萨德、标枪这些反导系统都是靠算轨迹来拦截，遇上变轨的高超音速导弹几乎失灵。第三点，硬碰硬的动能杀伤到底有多难？传统反导系统有2条路，一种是爆炸拦截，用弹头爆炸产生冲击波摧毁目标；另一种是动能杀伤，用高速撞击直接摧毁目标。面对高超音速武器，爆炸效果大打折扣，速度太快，爆炸波根本覆盖不了，只能靠硬碰硬飞到你面前撞你一头。但问题是，这货不是直线冲过来，而是左摇右晃，你怎么能精准预判它下一秒在哪？有些先进系统用多弹齐发，像撒网一样试图封杀目标，但这样不仅技术难度高，成本还超级惊人，一颗拦截弹都比高超音速导弹贵。第四点，传感器和指挥链路太慢。反导系统不是电影里自动锁定、瞬间射击，它依赖庞大的侦测、计算、指挥流程。雷达发现目标，传送数据，指挥中心分析，发出拦截命令，武器系统响应。整个链条运行需要时间，但面对几分钟甚至几秒内就能命中的高超音速导弹，这套流程显得非常迟缓。你这边还在开会讨论怎么打，那边导弹已经爆炸了，那怎么办？难道没救了吗？不，全球军工巨头都在拼命研发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的新招数，主要有3大方向。第一个方向，多层防御体系，层层包围。想象打靶，第一环没打中，还有第2环、第3环。现代防空系统走多层防御路线，从远程预警、区域中段拦截到末段防御，全方位布设雷达和武器，陆基雷达、空中预警机、舰载传感器彼此联网，数据融合，试图构筑无死角防护网。第2个方向，用高超音速武器拦截高超音速武器，听起来挺绕口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美国研发的滑翔拦截器 GPI、高超音速杀伤器 HKV 等项目，目标都是用速度和机动性匹配的导弹去追击并撞毁高速目标。这就像2只猎豹在高速赛跑，拼谁反应快谁精准，但成本高，技术难，成败还未可知。第3个方向，激光武器和定向能防御。理论上，激光武器能做到光速打击，揠秒完成拦截，不用飞过去，也不用算轨迹，瞄准就是击中。但现实中有很多障碍，高超音速导弹表面温度极高，激光很难一击即毁，大气散射、天气对激光武器影响极大，并且激光武器目前还在试验和演示阶段，尚未成熟。高超音速武器就是当下战场上的黑科技拳，它打得快，变得巧，而且我们还在找那副能跟得上节奏的手套。高超音速武器不仅仅是一种新型导弹，速度即打击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传统的预判和反应时间几乎被抹去，战略平衡被彻底打破。谁先拥有它，谁就能抢占战场的先机，而没有它的一方，注定只能被动防守，甚至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想象一下，当一枚以25倍音速划破天际的滑翔体，正直奔你的防空指挥中心而来，你还剩下多少秒的选择？更令人心惊的是，专家分析认为，高超音速武器极大提升了核误判的风险，因为飞行速度太快，你甚至来不及判断到底是一枚核弹还是常规导弹。警报响起的瞬间，指挥官只能在先发制人或坐以待毙之间抉择。这或许将是未来战争里最令人胆战的时刻。未来已经到来，战争的节奏正在被高超音速武器彻底改写。
准备好迎接这场速度的战争了吗？我是 Jason，这里是 Heavy Weapon，我们下期见。